我叫林渊，大学还没毕业就登上福布斯榜。谁能想到上一世的我，没日没夜写了10年代码，最终孤独倒在出租屋。重生登上福布斯，不是因为我已知了未来，而是我带回了43年的认知。2029年7月15日，我死在那间月租400的出租屋里，满屏的代码，还有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09年高考出分日。哟，林渊，你就考了320分啊！320分能上什么学校？我想起来了，上一世就因为赵凯找茬，我差点和他动手，最后沦为全班的笑柄。而现在，我18岁的身体，43岁的灵魂，再听到他这些话，只觉得幼稚。你说完了？什么？你确实可以把高考成绩当作成就，但在真正的规则制定者眼里，你我并无区别。承认自己考砸了很难吗？少在那儿故弄玄虚，考不上就是考不上。是啊，你考上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进了985就是人中龙凤，以后飞黄腾达？你会觉得那些大公司会抢着要你？你的起跑线比我高出一大截，对吧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还小，这么想很正常。你确实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但本质上我们依旧在一个阶层，因为我们都是参加高考上大学的人，所以没有区别。感觉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哟，320分的大哲学家，刚才在教室里把赵凯怼得一愣一愣的，行啊你！你觉得我在怼他？不是吗？什么你我并无区别，什么都是参加高考的人，这话说得多玄乎，我差点以为你在念什么哲学课本。来，喝一口消消暑。考都考完了，想开点。王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知道港澳台联考吗？啥联考？华侨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，同样的卷子，港澳台考生录取线比内地低100多分，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外国国籍的留学生单独考试，难度更简单，直接免笔试录取内地985。还有这种操作？你以为只拼分数，有些人根本不需要拼。我再问你，你知道有些985院校有择校费吗？择校费？那不是初高中才有的吗？大学也有，区别在于，初中的择校费你听说了，大学的择校费你连听都没听说过，因为那种信息根本不会流到你我这个圈层。哥，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？赵凯觉得自己405分就高人一等了，但他不知道，405分和320分，在真正掌握信息的人眼里没有任何区别。没有区别。命运被一张试卷定义，你就是底层。哥，你今天咋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天太热了，脑子晒清醒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跪下！老林，你冷静点儿。冷静？320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孩子已经够难受了，你就别再刺激他了。难受？他要是真难受，高考能考成这样？妈，能再见到你，真好。先吃饭，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明天去学校把复读的名报了。我不复读。你说什么？爸，我不复读，时间不值得。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不复读你干什么去？你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干什么？你听听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！不复读，不复读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但是妹妹嫁给那个家暴男，被殴打致死，我却连保护她的能力都没有。这辈子我一定要改变她的命运，要改变全家人的命运。爸，时代变了。变什么变？没学历你能干什么？去工地搬砖？我有别的路，我会比所有人都过得好。我不只要改变我自己的命运，我还要改变这个家的命运。你反了天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
月儿，你快跟你爸认个错，就说你去复读。哥，筷子。月月，这一世，哥绝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爸妈，你们也会过上好日子的，我保证。这是我写的，43岁灵魂看到18岁的火星文签名。这种羞耻感比上次被投资人当众拒绝还难受。快快快，这个怪掉金币，你也赶紧上号，咱俩组队刷副本。咋了？考砸了，连游戏都不想打了？王林，你说怎么才能赚到钱？赚钱？打工呗。要不你跟我去发传单，1天30。比特币今年刚诞生，一个还不到1美分，买来也没处交易。炒股，上辈子我代码写的比谁都好 ，K 线图一窍不通。足球彩票更不用想，我连世界杯哪年办都记不住。老天爷让我重生，却没给我配个金手指。想靠预知未来搞快钱，这条路走不通。哥，你该不会真打算不复读了吧？那你想干啥？对啊，老子是顶级程序员，15年的开发经验，架构、算法、性能优化，这些东西刻在骨子里，重生也带不走。搞钱的路子不就在这儿吗？哥，你吓啥呢？ Cheat Enter， 再加个 OLEDBB， 齐了。行吧，你折腾，网费2.5块1小时，开机不玩你可真浪费。2009年的游戏，内存加密约等于0，血量坐标攻击靠全裸奔。当年我用 OD 调试的共加逻辑，闭着眼都能摸到。喝一口药水，再搜一次新数值，锁定血量机制，完成。Push, Move, Call， 一层层剥开，这感觉比上辈子写架构方案爽多了。那个时代全是封装好的框架，哪像现在，每一条指令都像藏宝图上的标记。哥，你这黑乎乎的是啥玩意儿？哥，你这黑乎乎的是啥玩意儿？我操！他自己会动，你他妈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？小点声，你想让全网吧都知道？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黑客？你这叫外挂吧？这叫全自动桥本。有区别吗？区别大了，外挂是破坏游戏平衡，脚本只是替人完成重复操作。本质上，它就是个不知类的代练。那他一天能刷多少？一个号一天24小时，保守100万金币，一台机器可以开3个号。哥，你教我，我跟你干，你说咋干就咋干。胖子，你知道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啥？穷人追求金钱，中产追求资产，富人追求选择权。啥权？这台机器替我赚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，这叫时间自由。高考考的是分数，社会考的是认知。你考多少分？310。赵凯觉得你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对吧？那可不，人家鼻孔都翘天上去了。但在我眼里，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你们都没意识到，真正赚钱的事儿，从来不在学校里教。哥，你今天不，你这2天简直像换了个人。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？走吧。2009年，遍地黄金，我不用预知未来，我只需要用我43年学会的东西
把这条路重新走一遍。爸妈，月儿，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你们等太久了。元儿，吃西瓜。爸妈，我有事跟你们说。想通了，复读的事儿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学校。我想借2000块钱。你说什么？2000块，1个月之内连本带利还给你。2000块？你要2000块干什么？去网吧充游戏？老林，你先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不复读就算了，张嘴就要2000，你知道2000块钱是什么概念？我1个月工资才1200。爸，我不是去充游戏，具体做什么说了你也不信。但1个月之后，我还你5000。你拿什么还？你一个高中生，1个月上哪挣5000？你只需要信我这一次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妈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你妹妹下学期的辅导班学费还没交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上辈子月月就是因为没上成辅导班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最后连高中都没考上。但这辈子我不能让她再受穷。2000块不是消费，是种子。爸，给我1个月，1个月后连本带利还你。如果我做不到，老老实实回去复读。高考考不到500分，我不进这个家门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敢再说一遍吗？1个月，做不到，我复读。这是之前给月月准备的辅导班学费，1800。凑个整。小袁，我就信你这一回，但你记住你答应我的，1个月做不到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去学校报到。200，是他藏在围裙口袋里的私房钱。上辈子我不知道这些，这辈子每一分我都得记住。渊儿，西瓜还没吃呢。我回来吃。金士顿4季多少钱？140。120。140不还价。120，现金。行，拿走。第4天，4个号同时在线，显卡温度一直在90度徘徊。好在2009年的游戏能关的特效全关了，老爷机勉强扛得住。128个号，每批16个轮转，封号率20%，剩下的足够。墨竹手镯，凡风衣，2009年 PK 场2大神装，价值分别是1450，比市面上低30%，足够让任何一个商人动心。应该会有人买吧。成了，1377块。2009年，普通人1个月工资1200，我用了4天。胖子，醒醒，该回学校报志愿了。啥意思啊？包间那4台机器再包1个星期，多的100是给你的。小子，你在我这儿待了4天了，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包间里干啥呢？赚钱。行，有种，小小年纪挺能折腾。那包间电源网线别动，断电我找你。行，我亲自给你盯着，保证不会断电。
我第一志愿金南财经大学会计系，第二志愿金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，剩下几个随便填，反正第一志愿肯定录。凯哥稳了，405分报金南财经，那就是10拿9稳。别这么说，还是要等录取通知书。有些人第一志愿填大专都没用，反正哪儿也去不了。林渊，你第一志愿填的什么？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个复读班？我家楼下那个凭高考成绩单打8折，320分，估计能折上折。刘洋，你他妈说谁呢？你也就考了360，好意思笑别人？360也比320高40分。王林，你激动什么？你也310，你俩难兄难弟啊！胖子，坐下。哥，你听他们。刘洋，你第一志愿填的哪儿？我填的江州师范专科学院，怎么了？你360报个专科，我320也报个专科，差40分，结果一样。你在这儿笑我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自己也是别人眼里的笑话。林渊，你少在这儿装。你爸是工人，你妈连工作都没有，你家要钱没钱，要关系没关系。你不复读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觉得你上了金南财工大学，4年后毕业，能拿多少工资？会计系毕业进国企，起薪至少4000。4000？你知道金南市区的房价多少钱一平吗？8000。你一个月4000，不吃不喝2个半月买1平米，30亿，一套90平的房子，加上利息你要还30亿。你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是精英，但其实还是底层的韭菜。小小年纪谈阶层，你懂什么叫阶层吗？林渊，你等一下，你跟我来一下。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不复读？这是复读班的报名表，我跟学校争取了，你的情况可以免1半学费。王老师，谢谢你，但我不复读。老师教了20多年书，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学生，你现在觉得没什么，但10年后你会后悔的。大学不只是一个学历，它是你唯一能跟别人公平竞争的机会。老师，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哥，你到底填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京南财经大学红山学院，这是啥？一个3本。320，3本线不一定够吧？我查过了，红山学院去年降分录取，最低录到315。那学费可贵啊，1年1万多，你爸不打断你的腿？京南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和金南财经大学同处大学城，校园一墙之隔。赵凯以为他是金南财经的正规军，我充其量就是个民办3本，但他不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进入大学城本身就是全部的目的。大学城是整个金南市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，也是我组建团队的唯一土壤。学历从来不是我需要的敲门砖，我需要的是一群能一起做事的年轻人。胖子，你觉得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啥？有人用4年换一张纸，有人用4年换一个起点。走了，去网吧，脚本还跑着呢。哥，咱们现在去网吧，你那个脚本还跑着呢吧？那咱得盯紧点儿，万一哪个号被封了，钱就没了。你看我干啥？胖子，我雇你。雇我？雇我干啥？帮我盯脚本，4台机器4个窗口，哪个报错了你就手动重启，哪台死机了你帮我按重启键，包吃，月薪1500。1500？哥，不，爸爸，亲爹，你说真的？
我爸一个月才挣1800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你让我干啥我干啥，我给你当看门狗，24小时盯着屏幕，绝不错过任何一个爆速弹窗，哪个窗口闪一下我就扑上去。松开，恶心！义父放心，我就是你养的一条看门狗。你再叫一声扣100。走吧，去网吧啊！今天开始算工资。1个月1500，2个月3000，3个月4500。你玩什么呢？快乐农场最近可火了，我们班群好几十号人，天天偷来偷去。赵凯那孙子趁我上课偷了我8个萝卜，我今天非得偷回来。快乐农场，2009年全民偷菜。我上辈子怎么没注意到？这个游戏的底层逻辑比 DF 简单100倍，它是一个 Flash 网页游戏。胖子，你起开！我还没偷回来。请求投 cookie， 参数没有加密，没有签名检验，没有时间搓验证。2009年的网页游戏，安全防护等于0。可这是又疯了一个。胖子，你的账号密码给我。干啥？送你1仓库萝卜。成了。赵凯的木草熟了，快去偷！他上次偷我8个萝卜，我记着呢。哥，亲哥，这他妈太神了！网页都不用开，赵凯的萝卜全没了。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去吧去吧，我再看看还能偷谁。哦对，刘洋的茄子好像也快熟了。快乐农场的用户量最终会突破7000万，7000万人每天定时上线，浇水、施肥、偷菜，比上班还准时。DNF 脚本是我从爸妈手里接的种子，快乐农场才是我的第一片地。我要让这个7000万人的鱼塘变成我的第1桶金。哥，你要开网店？店铺名叫 LOI 科技，卖啥？卖你那个脚本。你这名字起的也太狂了吧！宝淘上卖辅助的没有100也有80家，你上来就全网第1。你知道什么叫 SEO 吗？啥？搜索引擎优化。2009年，宝淘的搜索排名算法比读版还原始，标题关键词密度决定一切。这标题也太长了。长就对了，每个关键词都是一条搜索路径，覆盖越多，被搜到的概率越大。还在半夜定闹钟？你还在为偷不到菜烦恼？你上班时好友偷光了你的萝卜，全网第1农场助手，防狗加自动偷菜，秒收24小时挂机，方号包赔。哥，你这描述也太吓人了，跟街上卖老鼠药似的。2009年，宝淘卖家宝贝描述全是纯文字，连一张图片都没有。所有人都在老老实实写规格参数，谁会想到用红字加粗做视觉冲击？这就叫降维打击，不是技术上的，是认知上的。等着收钱。这就能卖？定价19.9块，不需要多，一天卖10单就够了。2009年的宝淘，连自动发货接口都是现成的，只要申请一个开发者 key， 就能直接调用卖家 API。但这玩意儿文档写的太烂了，调用示例全是错的。上辈子我对着这份文档骂了3天，这辈子不用再骂了，闭着眼都能写。买家付款，脚本10秒内抓取订单，自动提取账号码，生成卡密，短信加喵喵双通道发送。
全部流程跑完不超过30秒。买家还没关掉支付页面，卡米已经到了。这个脚本跑起来，以后我睡觉的时候，钱也在自己进账，真正的被动收入。2009年，宝淘上卖虚拟道具的商家90%都是骗子，买家付了钱就消失，卡迷是假的也没处说理，挂出7天无理由退款，在别人眼里是疯了。但我要的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，我要的是第一桶金。啥响了？这怎么全响了？全响了！八千！爽！几天前我兜里连20块都掏不出来，现在卡里躺着1万块。2009年，1万块够在津南市区租一套2室1厅，交半年房租还有剩，但这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哥，出事了！说，你看，宝淘上突然冒出10几家店，全在卖咱们的农场管家，一模一样的名字，一模一样的描述，连红字都抄。他们把价格砸到4块9，咱们卖19块9，他们卖4块9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搞。这些人胡说八道，咱们软件连个界面都没有，哪来的病毒？他们连下载都没下载。山寨店要抢市场，最快的办法就是低价加差评。低价抢新客户，差评断你后路。那怎么办？咱们也降到4块9，跟他们对砸？不用，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啥？去把山寨排名第1那家店的软件包买下来。买下来？哥，你疯了吧？给对头送钱？知己知彼。我要看看他们抄作业抄的怎么样。哥，你一这么笑，我就觉得有人要倒霉。就是这家销量最高的山寨店，4块9已经卖了200多单了。你看他们的好评全是刷的。就这？咋了？有啥问题？他们这不是自己写的代码。那是啥？案件经理。案件精灵是一种自动化脚本工具，原理就是录制鼠标、坐标和键盘操作，然后循环播放。那不挺好的？能偷不就行了？你打开网页，案件精灵的核心逻辑是坐标定位，在录制的时候，记住的是屏幕左边的像素距离上边的像素位置，这个坐标被写死在代码里。只要浏览器窗口位置变了，比如你调整了窗口大小，或者任务栏挪了位置，坐标就全乱了。那乱了好啊，把菜铲了怎么办？对，坐标偏移1像素，偷菜按钮就点不到，最后点到除草剂上，把菜全铲了。这玩意儿还敢卖？他们不需要在乎好不好用，4块9的定价，赌的就是买家嫌退款麻烦，退一半也有2块5，零成本，纯赚。那他们便宜啊，哥，人家4块9能卖200单，咱19块9才卖400多单，他们降价咱们真不怕？不怕。为啥？胖子，低价抢的是贪便宜的人，但能在网上花19块9买工具的人，和花4块9的人是2种人。我要的不是贪便宜的一次性客户，是信我的长期用户。不过，他们刷差评这事确实得解决。哥，你要干啥？给对家送点礼物。2009年，绝大多数软件都不支持自动更新，连操作系统都还在靠光盘打补丁。但它真正的价值不是方便，
是我可以随时推更新，而山寨店不能，他们连源码都没有。快乐农场是企鹅旗下的社交游戏，所有数据交互都要经过企鹅的服务器中转。我现在发送的这组干扰数据包，功率刚好卡在企鹅服务器健康检查的临界值以下，它不会触发任何警报，不会被防火墙拦短，甚至不会在日志里留下异常记录。延迟会在0点几秒到1秒之间随机跳动。对正常用户来说，打开网页慢0点几秒根本感觉不到，但对按键精灵来说，0点几秒的延迟就是坐标偏移、鼠标乱飞、点错按钮、铲光所有菜，甚至卡死蓝盘。哥，你快看，山寨店评论区全炸了！什么垃圾软件，把我家菜全炸。电脑蓝屏了3次，卸载都卸不掉，4块9果然没好货。客服装死不回，举报了，大家千万别买。不止这一家，所有山寨店的评论区全炸了，10几家店一个没跑掉，全在说铲菜翻屏卡死。哦，就一个哦。哥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你昨天晚上神神秘秘的。他们的软件用的是坐标定位，企鹅服务器偶尔有波动，坐标对不上，自然会出问题。反正他们凉了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继续迭代，把最新版本推上去。山寨死了一波，还会再来一波，但只要我的技术迭代永远比他们快，他们就永远只能跟在后面捡垃圾。哥，你又要干啥？全网唯一真后台版，买别家被坑的，凭山寨订单截图立减5元。哥，你这一招太阴了！那些花4块9买山寨的人退不了款，正骂娘呢。一看你这减5块，等于白送，还倒贴1毛钱，不得全跑回来？山寨店帮我筛了一遍客户，4块9过滤掉的是贪便宜的人，但那些真正有需求、愿意为效率付费的人，发现被骗，会回来的。我去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胖子，你来处理，截图核对一下就发优惠券，不用给我看。行，截图发券卡米。之前买了别家的，铲了我3天菜，差点气死。回来买正版，10分钟仓库满了，1分钱1分价，服了。7天无理由退款的店铺，和那种卖了就跑的山寨店能一样吗？老板，你这技术太牛了，我连网页都没打开，菜全在仓库里了。哟，还没结束呢。2万？哥，10百千万2万，哥。1天2万，我爸1个月工资才1800，你他妈1天赚了我爸1年的工资。反向营销的核心不是你把对手打趴下，而是把对手的客户变成你的客户。山寨店花钱买排名、刷好评、砸价格，最后全帮我做了广告。哥，咱发了2万就叫发了。2009年，2万块是不少。但放在整个互联网市场里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农场管家的天花板是7000万用户，我现在才吃到了1/1000都不到。LY 科技这个名字已经在那10几家山寨店的买家群里传开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是我去找客户，是客户来找我。那下一步咱干啥？把 DF 的脚本停了。那几台机器腾出来，全部跑农场管家的自动发货。行，你说啥我干啥。第一桶金到手了，但接下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开始。下一步做什么？在2009年的互联网里，农场管家只是一块敲门砖，真正的金矿还在后面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在网吧干了什么？说！隔壁张婶昨天在菜市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问我，说你家林渊是不是不学好？天天泡网吧跟地痞混在一起，人不人鬼不鬼。
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你爸在厂里干了20年，从来没被人戳过脊梁骨，现在倒好，全小区都知道我儿子是个混网吧的小流氓。老林，你别拉我！我今天非得问清楚。天啊，这是多少钱56878，爸，我做到。你去哪儿弄的这么多钱？老林，你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爸妈，这些钱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，我帮宝淘上的商家写推广程序，他们按销售额给我分佣金，说白了就是技术活。推广程序、技术活，你什么时候会的这些？你高中3年连电脑课都只及格过1回。网上有教程，有论坛，有开源代码，网吧里学的这些东西学校里不教，但不代表学不到。我可能读书不行，但搞技术我有天赋。那你之前借的那2000块？那2000块是起步用的，买了 U 盘，租了机器，写了第1版代码，4天就赚回来了。所以你之前说不复读，就是因为这个？这是录取通知书，京南财经大学红山学院3本和京南财经大学一墙之隔，我已经报了志愿，9月开学。3本也是大学，我们家终于出大学生了。这卡里有多少？1万给你们的，月下学期的辅导班学费，家里的开销都从这里出，剩下的钱我要用来注册公司、租办公室，开学之前就得把这些事儿全办完。注册公司？你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小孩要开公司？我打算开学前提前去学校附近租个办公室，把公司注册下来。技术上的事情我一个人能搞定，但公司的壳子必须先立起来。到了大学城之后，我还要招人，组建团队。这钱是你自己挣的，我们不能要。元儿，你挣的钱你自己留着，你要开公司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爸妈，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？我说我不只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我还要改变这个家的命运，这不是客气话。月月的辅导班必须上，而且得上最好的。这笔钱不是给你们的，是给月月的。月月，过来。哥以后供你上最好的补习班，上最好的大学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好好读书。就是你打电话要看写字楼。预算多少？大学城附近可不便宜，你要是想省钱，对面小区有套3室1厅，月租1200，几个同学合租挺合适。不看住宅，我要商业写字楼。写字楼？你租来干什么？开公司有几个硬性要求：第一，必须能拉企业光纤，至少100兆带宽，最好能上到1000兆。第二，电路要能承载大功率电器，不是几台电脑那种，是服务器级别的持续用电。第三，空调必须独立控制，不能晚上8点统一关。你要放服务器？对。你要是早说这些要求，我就不带你看那些普通的了。大学城这边能满足100兆企业光纤的写字楼只有3栋，其中2栋是国资背景，手续复杂，至少要等1个月。还有1栋是民营的，紫金科创中心，去年刚交房，物业是开发商自己的，手续简单。不过价格多少钱1平？1块5，物业费另算，1平3毛。带我去看。上车。这隔音间简直就是为放服务器量身定做的，120平，足够摆下20台机器加10个工位，防静电地板，独立空调，100兆企业光纤，
2009年这种配置的写字楼，整个大学城找不出第二间。怎么样？这间是整层最好的一间，朝南，采光好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房子挂出来3个月了，问的人多，真正要租的一个没有，都觉得贵。月租多少？120平，单价1块5，一个月5400，物业费3保1平，一个月360，加起来5760。押一付三的话，23040。对，合同1年起签，4500一个月，押一付三，签2年。4500，这一片的市场价就是1块5，你直接砍到1块2。我在金南财经有学生资源，如果以后你在这边的房源需要推广，我可以帮你做线上营销，不收钱。行，4500一个月，押一付三，签2年。但你说的那个线上推广可不能忽悠我。没问题。兄弟，你今年多大？18。钥匙给你。胖子，紫金科创中心1608，120平。你在学校论坛和招聘网站上发几个帖子，招人。哥，咱这办公室也太空了，连个桌子都没有。哥，出事了！说，兄弟们，林渊那小子是不是开始走歪门邪道了？我哥们说在网吧见过他，天天包间，泡了整整1个月。你们知道他干啥不？搞诈骗，就是那种骗人买软件然后带木马的套路。我哥们亲眼看见的，他最后被警察带走了，按诈骗罪迟早坐牢。诈骗个屁！渊哥是靠写脚本赚钱，这就是证据。你发了什么？让他们开开眼呗，省得整天瞧不起你。这图 P 的吧？林渊的废物能赚2万？就是高考320分的人会写脚本，吹牛不打草稿。这狗东西！人永远无法理解认知以外的事。幼稚。打扰一下，请问这里是 LY 科技吗？我来面试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？我们没发过财务总监的招聘信息啊。我发的。你好，我叫林渊 ，LY 科技的老板。抱歉，我可能走错了，我找的是科技公司，不是大学生创业社团。韩云，28岁，西南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毕业，5年工作经验，之前在恒通商贸做财务主管。你简历上写的期望薪资是4500，所以呢？恒通的财务主管薪资是4200，加上年终奖，你去年到手大概5万左右。所以你跳槽不是因为钱。你怎么知道恒通的薪资？查到这些对我来说不难。你能找到我们，是因为你在招聘网站上搜的关键词，不是薪资也不是福利。我没猜错吧？那你能给我什么？第一，完整的社保公积金，正规劳动合同。第二，财务流程你说了算，从零搭建，我只看报表。第三，期权池预留 5%， 你是第一个拿期权的员工。2年后你可以选择行权，如果到时候 LY 科技的价值翻了100倍，你这 5% 就值500万，当然也可能一文不值。你连办公桌都没有？我有服务器放在隔音间里，市价2万，昨天刚装好。顺便提一嘴，欢乐农场管家是我们的产品。
那个全网第一的农场管家是你们做的？日均成交额过2万，4小时卖爆的那个？没错，就是我元哥一个人写的代码。入职合同什么时候签？现在。林总，以后请多关照。农场管家稳了，日销2万，自动发货。韩云接手财务，王林盯客服。但这不够，一家公司如果只有一款产品，死掉只是时间问题。下一个项目必须做，而且必须比农场管家更大。2009年，宝陶全年交易额破2000亿，商家数量同比增长300%。所有人都知道宝陶能赚钱，但没人注意到，这些商家的管理工具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。传统软件公司看不上小商家的生意，觉得单价低，利润薄，但他们算错了一笔账。宝陶上有100万商家，哪怕每个只收10块钱月费，1个月就是1000万。而且我要做的不是工具，是入口。谁掌握了商家后台，谁就掌握了整个电商生态的数据入口，订单数据、库存数据、客户数据，这些才是真正的金矿。哥，你1宿没睡？成了。这又是啥？你不是已经有农场管家了吗？农场管家是赚快钱的，这个才是公司的主业。你1晚没回去？何止1晚没回去，他压根就没动过地方。韩云，你过来看，这是宝陶商家管家 V1.0，4个核心模块：订单管理、库存同步、客服自动回复、数据原办。你之前的公司如果用了这个系统，财务对账的工作量能减少80%。这个同步延迟是多少？0.3秒，比市面上最快的公屏快6倍。你一个人写出来的？哥，这个云端多客服是啥玩意儿？市面上所有的客服软件数据都是存在本地的，本地电脑死机了，聊天记录就没了。一个客服只能登1个店铺的喵喵，切换店铺要反复登录。我的云端多客服，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服务器，哪怕本地电脑蓝屏了，换台机器登录，聊天记录1秒恢复。而且多店铺、多客服同时在线，所有绘画、进化集中管理，自动分配到空闲客服。3个客服能同时处理10家店的咨询，效率翻3倍。所以，咱这软件不是卖给一个人的，是卖给一个团队的。对，传统软件卖的是工具，我卖的是效率。一个人管1家店，1天处理50个咨询就累死。用我的系统，一个人能管5家店，处理200个咨询。商家省下的客服工资远超99块。那万一又冒出一堆山寨的咋办？超不了。云端多客服的核心是服务端的计算能力，山寨店要想抄，得先买服务器、搭机房、写后台架构、做数据同步，这些不是下载个按键精灵就能搞定的。他们的技术上限就是坐标定位，服务器架构连门都没摸到。那定价呢？月费99，年费999，送2个月。99？农场管家才卖19.9块，这一下翻了5倍，能卖出去吗？农场管家是赚快钱，商家管家才是公司的主业。99块1个月，懂行的人会觉得便宜。大家别上当，这人之前卖偷菜外挂的。哥，这怎么全是骂的？咱明明没放木马。不是产品的问题。2009年的互联网最大的成本不是开发，是信任。你好，我是宝陶商家管家的开发者，看到你下载了试用版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。试用版功能锁了一半，啥都测不出来。
你让我怎么信？不敢用，怕盗号。试用转化数据出来了。0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也学那些大公司，花钱买个广告位？没用，投广告解决不了信任问题，买家不信你，广告点进来也不会下单。请问是 LY 科技吗？我们是来面试的。是的，请进。小文，这地方怎么跟皮包公司似的？咱们不会被骗吧？再看看，不行咱就走。林总，农场管家今天的账目出来了。昨天纯利润12700，连续7天破万。日入过万，普通白领月工资才2000，这家公司一天能赚12000。退款率降了吗？降到1.1%了。7天无理由退款的新政推出之后，用户信任度明显提高。另外，自动发货脚本昨天又迭代了一版，卡米发放耗时从2.3秒优良到1.7秒。你们俩进来坐。我叫张雅，今年大专毕业，学的电子商务。她是刘晓文，也是大专，学的是计算机应用。刘晓文，你做过网页？在学校机房做过几个，都是静态的，图片和文字排版那种。会用 FTP 上传文件吗？会。试用期1个月，月薪1500，转正后2000。愿意的话，现在签合同。我签，我也签。欢迎两位加入。你好，我试用了你的软件，想和你聊聊。你想聊什么？我实话实说，你这软件我用3天了，云端多客服确实好用，我一个人管5个店，效率翻了2倍不止，订单同步也没延迟，比我之前用的那个垃圾强100倍。但问题是，你这店在宝淘上挂着，浏览量300多，一个付费的都没有，你知道为啥不？你说。因为没人信你，你一个刚注册的店铺，连个公司官网都没有，谁敢花99买你的软件？你既然来找我，说明你已经有想法了。直说。行，痛快。我在义乌青岩留村，你知道青岩留村吗？知道，宝淘第1村。对，我就在这儿开店。我们村全是个体商户，一个人管3、5家店是常态。你这软件就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。但是这群人，你让他们上网搜软件，他们不搜，他们信的是熟人推荐，信的是当面演示，信的是亲眼看到效果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帮你在这里做地推，我挨家挨户上门演示，让他们亲眼看到你的软件有多好用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55分，每卖1单利润对半，你出技术，我出渠道，公平合理。55？这人也太黑了吧！他凭什么拿1半？55？你想多了，55分不可能，我有另一个方案。说说看。第1批的首单利润我不要，全给你。另外，5年内我给到你用户续费利润的5%。这个条件对陈峰来说，短期赚快钱，长期锁定收益。他要是聪明人，一定会答应。你是认真的？没错。行，你小子胆子够大，我干了。但你要保证软件不出问题，出了问题我这边没法交代。服务器24小时监控，出了问题我负全责。好，我明天就开始推，你把软件的宣传资料发我一份。资料发你了，有任何技术问题随时找我。收到，等我好消息。陈峰这条线如果能铺开，义乌就是我的第1个根据地，那里有几万个电商卖家，是天然的试验场。接下来就看陈峰的地推的能力了，但愿我没有看错人。老周，忙着呢。废话，看不见啊！3个店今天早上报了80单，
我一个人回消息回的手都快断了。你有事说事，没事别耽误我活。耽误你10分钟，保你以后每天少干3小时。你又要推销什么？上次那个什么自动上架的软件，花了我200块，用了2天就封号了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云端多客服，3个店铺的旺旺全部集中到一个界面，你一个人同时聊10个买家都不乱，而且自动催付。买家拍了不付款，系统自动发消息催。差评拦截，买家给差评之前，自动弹出补偿方案挽留。这东西能自动催付？对，而且不止催付。你看这个差评拦截，买家如果打了3星以下，系统自动弹出补偿方案，给买家发优惠券或者退5块钱，买家一点确定，差评就变好评。多少钱？99一个月，年费999，送2个月。来，先给我开个1年的。这个软件的效率是要变天啊！你看这款英特尔酷睿2双核 T6600，2G 内存，250G 硬盘 ，ATI 独显。我研究了好几天了，这个配置在同价位里性价比最高。你平时做 PPT、上网看视频完全够用，预算5000出头就能拿下。颜色挺好看的。哟，那不是林渊吗？他怎么也跑珠江路来了？该不会是来买2手电脑的吧？他那320分的成绩，上的3本红杉学院，1年学费1万多，估计是把家里的存款掏空了才交得起，还有钱买电脑。林渊，2楼有2手电脑专区，300块能买个奔腾4，省着点花生活费啊！别耽误时间。他去的是企业设备区，穷酸还装，大概是去摸2把服务器过过瘾吧。那个同学，你认识？高中同学，高考320，家里穷的叮当响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索尼的样机。R710机架式双路 ZL1520，内存槽插满32G DDR3，硬盘要6块，15000转 SARS，300G 做 RAME 10，再加1块双口千兆网卡 IDSC6 企业版。小兄弟，你确定要这个配置？这可不是组装机，价格我还是先给你算一下吧。CPU 2颗，内存12颗 ，CS 盘6块，加上瑞富卡和网砍3万6，这是渠道价，不含票。3万6，他哪来的3万6？装神弄鬼，我才不信他有这么多钱。3天内送到，你留个地址和电话。送到这个地址，配置单上每一项都备注品牌和型号，我要验货。你放心，戴尔原厂封装，配置单随货一起到。刷卡，全款。真刷出来了。林总，货到了，我亲自跟物流那边打招呼，优先给您送。这个配置跑数据库和迷你机都没问题。您是做哪方面的？电商 SS， 自建服务器集全。自建服务器集全，牛！哥，咱公司农场管家都日入过万了，买几台服务器算啥？对吧？凯哥，他刚才签单的时候眼都没眨，装，肯定是他爸妈的存款。他一个3本学生，怎么可能开公司？赵凯，你说他家里穷的叮当响。他家里是穷啊，他爸就是个工人。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刷3万6眼都不眨。你上了金南财经大学，一个月生活费1500，连台5000块的笔记本都要求你爸给你买。走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凯哥，咱还看笔记本吗？不看了，回家。哥，你看见赵凯刚才的表情没？跟吃了苍蝇似的。不用理他，走吧，回公司。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？服务器，一台 R710，一台 PowerEdge 2950做备份。
这就是我的长城，谁也别想破防。手上有静电，先去摸暖气片。小伙子，你这光纤是哪家帮你规划的？自己画的。主路由配固定 IP， 上下行对等带宽 ，VVN 画2个，一个走业务数据，一个走管理后台。AL 规则我写好了，你帮我加到路由器的入站策略里。小伙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开公司的。我在电信干了8年，你这水平比省局技术骨干还专业。你哪个大学毕业的？还没上，刚考上。老大，这里的东西一看就贵得要死啊！你别说话，跟着我就行。先生，这些是我们刚到的新款，价格比较高，你要不要看看那边的特价款？这件白的，这件蓝的，这件灰的，各拿一件。先生，这3件加起来要23000多。我说了，各拿一件。还有那边的休闲西装，拿一套让我试试。老大，2万多。西装要了，刚才那3件衬衫也要了。先生，一共46300，您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我勒个乖乖，花4万多买衣服！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大老板谈生意的时候都要穿好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别人第一眼看的是你的行头，不是你的能力。在他们确认你值不值得信任之前，你的穿着就是你的名片。走吧，去给你也整2身。给我？我准备聘用你为 LY 科技的安保主管，穿的寒酸，丢的是公司的脸。老大，别废话，走。您好，请问找哪位？我是一联软件投资部的周乾坤，找你们林总。林总，一联软件的周总来了。林总，久仰。这是我们一联软件的全资收购意向书，你过目一下。收购我们？说说看，什么条件？50万，全资收购 LY 科技，你的团队可以全部留任，你本人可以担任一联的技术顾问，月薪2万，不卖。林总，50万对一个刚起步的公司来说，已经是很有诚意的价格了。你知道的 ，SSS 行业竞争激烈，现金流很容易断。我知道，一联在省内软件行业是龙头，有我们背书，你的路会好走很多。而且你才18岁，还在上学，管理一家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周总 ，LY 科技上个月流水8万6，这个月已经破10万，50万连我半年的利润都不够。林总，你确定要拒绝？一联在行业里的人脉和资源，不是你这个级别的小公司能想象的。周总，你想怎么玩，我都奉陪到底。林总，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，但也要懂得审时度势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之后，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周总，查到了 ，LY 科技的林渊，今年18岁，仙林大学城附属高中毕业，高考320分，没有上过大学，那他的技术是从哪儿学的？查不到，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编程培训，没有任何 IT 相关的证书，但他确实写出了一个能用的 SaaS 软件，而且稳定性还不错。他的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实缴多少？认缴，没有实缴。办公室60平，员工4个人，月流水大概10万出头。就这点家底，也敢跟我叫板？周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工商、税务、消防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就不信他的公司一点毛病都没有。要查他的用户数据吗？他的软件跑到云端，可以申请调查令。先不用，先走常规路子，让他知道疼。如果不行，再下狠手。林渊，你会后悔的。林总，你真不打算考虑一下？50万虽然不多，但也是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。不需要，我们的资金流现在是健康的，不需要贱卖股份。韩姐，
从今天开始，每一笔支出都要有发票，每一笔收入都要有难税证明，公司账目要做到无比干净。明白。林总，你是不是觉得一联那边会搞小动作？不是觉得，是一定会。所以我们要提前把防护墙建好。周乾坤，你想玩，我陪你玩。我是联合执法官，接到举报，对你们公司进行例行检查，谁是负责人？我是。您好，我是公司的财务总监韩云，请问需要检查哪些材料？近3个月的财务报表、念税证明、发票存根，全部拿过来。都在这里。林总，账目没有问题，但我们收到举报说你们涉嫌非法经营，这个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。请便，我的公司依法经营，随时接受检查。林总，你的判断是对的，真的有人来查了。这只是第一招，接下来还会有更狠。周总，那边来消息了没有？他们的账做得比国企还干净，每一笔都有发票和过税证明，找不出任何毛病。这个不行，那就换别的路子。他有网站吧？有，找宝贝管家的官方网站，找人攻击他的服务器，让他网站瘫痪几天，看他的用户还买不买账。周总，这个有点过了吧？万一查出来……照我说的做。我这就去联系。林渊，你不是牛吗？我看你能撑多久。林总，还不回去？今晚可能有情况，我不走。你觉得他们会攻击服务器？周乾坤不会善罢甘休，他能用的手段不多了。攻击服务器是成本最低的。我提前做了防护，全国20台 VPS 做诱饵，真正的服务器做了隐身处理。就算们发起 DBOS 攻击，打的也是诱饵。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从周乾坤来公司那天起，我有预感，他会走这一步。林总，你真的只有18岁吗？来了。每秒1200兆的流量，1个小时就是4、5千块的攻击成本。周乾坤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慢慢打，不着急，反正烧的不是我的钱。3台诱饵报废了，但还有17台，够他们再打2个小时的。加码了，我看看你们能加多少。这种级别的攻击也就骗骗外行，在我面前，跟小孩子过完家没什么区别。老板，对方有准备，我们打了2000兆的流量，他那边还是没瘫痪。再加码，我不信他一个小公司能扛得住5000兆的流量。再加码要加钱，5000兆的话，预付至少5万块。行，但天亮之前，我要他的网站彻底瘫痪。加码5000兆，所有机器全开。对方到底是谁？一个小公司的网站，怎么可能扛得住2000兆的流量？哥，学校下周就开学了，还要军训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那怎么跟学校交代？帮我请假，就说阳光过敏。阳光过敏？还有这种病？紫外线过敏，医学上叫光敏皮肤炎。你去找韩云开一份病历证明，他之前在恒通商贸认识一个社区医院的医生。别慌，王林，手机打开手电筒。UPS 启动了，能撑多久？满才核40分钟，足够找出断电原因。谁让你拉总闸的？物业通知线路检修，几点下的通知？
下午3点。下午3点通知，到现在已经6个小时。检修公告在哪儿？提前24小时公示是规定。你把物业经理叫来。经理下班了。胖子，打电话给治安中心。恶意破坏生产经营。别怕，发电机来了。韩云，帮我拿一根排插过来。手机都拿出来，每人100，今晚加班费。林总，这……别怕，有电，有网，有服务器，继续工作。今晚我陪他们玩到底。终于露出马脚了。老板，目标瘫化了。确定？全部端口关闭，所有服务离线，100%确定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你的尾款明天到账。周总吗？我是林渊。怎么想通了？这几天的事我都明白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学生，我扛不住了。年轻人，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100万，我把全部股权转让给你，包括农场管家和商家管家的全部断码和用户数据，但我需要2天时间整理数据和财务报表。2天？行，我等得起。林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还年轻，拿100万走人，够你花好几年了。以后要是想上班，一联的大门给你开着。谢谢周总。2天后我带着材料去找你。韩云，帮我泡杯咖啡。今晚不回去。ASP 写的后台，连个验证码都没有。2009年的安全意识等于0。周总，你要搞我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一套给工商看，一套给自己看，阴阳账本，透税至少400万。周乾坤，你胆子比我想的还大。天创和一联是省内企业软件市场的死对头，打了5年价格战，一联靠偷税才压天创一头。这份名单到了赵天手里，他不可能不动心。老孙，叫技术总监来我办公室，现在。天上掉的馅饼？不，这是天上掉的炸弹，炸的不是我。召集所有销售，今晚加班，把名单上的代理商全部标出来，按区域分配。明天一早，所有人给我挨个打电话。不管你是谁，这份礼收了。老张，你来看这个。涉及金额不小，我先报上去。2天期限到了，那小子该带着源代码来签合同了。100万，哼，等你来了，我再压到80万。什么事儿？周总，外面来了4辆稽查车，说是接到举报，要查公司近3年的全部账目，人已经在楼下了。什么举报？谁举报的？匿名，但他们手里有我们的账目数据，连阴阳报表的金额都能对上。周总，出大事了！今天上午，我们30多个核心代理商同时打来电话，说要退单。天创科技那边不知道从哪儿拿到了我们的代理商名单，他们挨个打电话，报的价格比我们的底价还低20%。所有代理商
都在问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吃差价。周总，相关部门人已经在财务室了，要查近3年的所有账目。他们说举报材料里有我们阴阳报表的完整数据，连隐藏科目都标出来了。是谁？谁有这个本事？谁能在2天之内把我20年的积累全部拆光？周总，林源，是你干的对吧？查账、天窗、退单，都是你。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少装糊涂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周总，你问我想怎样？你攻击我服务器的时候，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想要多少钱？你说个数。周总，你还给得起多少钱？相关部门封了你的账，代理商退光了你的单，天纵吃光了你的市场份额。再过1个月，你连办公室租金都交不起了。祝你后半生愉快。林总，一联那边解决了。韩云，准备扩张。一联倒下之后，他们的客户渠道市场份额会在1个月之内被瓜分干净。我们要做的是在别人动手之前，把最大的一块吃下来。是。大家辛苦了，喝点水。张雅、刘晓云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林总定的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俩正式晋升客服主管，底薪翻倍，各带1个组，每组6个人。底薪翻倍，我们主管。林总说，公司初创的时候，你们一个吓到发抖，一个红了眼眶，但都没跑，这就是元老，元老就该有元老的待遇。林总，用户突破2万家了，这是这个月的利润表，扣除服务器成本、人员工资、办公室租金和所有杂项开支，您个人纯收益250万。农场管家的用户增长开始放缓了，下个月重点推商家管家。明白。林源，你干的好事儿！你们辅导员苏老师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跟他请病假，说什么阳光过敏不能军训。爸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背！苏老师说校医给你检查了，你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你连病历都是找人开的假的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是不是还在那个破公司？爸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回学校报到参加军训，我明天就拎着棍子去你公司，把你那些破电脑全砸了，你信不信？哥，你爸说啥？他说要把我的服务器砸了。那咋办？回家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这是啥？营业执照，你儿子的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这里面是10万现金，给月月交学费，给妈买台新洗衣机，剩下的您自己留着。老林，这条烟一条要900多。营业执照是真的，钱也是真的，但你还是得去上学，军训1天都不能少。爸，
公司刚起步，你赚再多钱也是学生，不去军训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爸的逻辑，赚200万可以，不军训不行。行，我去。18888，就为了能塞进军训背包。白天踢正步，晚上躲被窝用3G 敲代码，也算奇景了。哥给你的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2周，很快。里面有1000块钱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别跟妈说。哥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厉害。你会比哥更厉害。哥，你明天不是军训吗？怎么还来公司啊？走之前办点事儿。哥，这是啥玩意儿？5分钱一个，这能干啥？哥，你花$1000买一堆5分钱的玩意儿，还锁保险柜里，这能值几个钱？这是你哥的100亿退休金。100亿就这？你是不是被军训吓傻了？10几年后你就懂了。走了，去踢正步。林总，爆了！青岩留村半个月卖出去2000单，2000单啊！我自己都数了3遍才敢信。这是首笔分红18万，你那份我已经打到你公司账户了。林总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陈峰在义乌混了8年，见过无数老板，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跟对了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这条命卖给你了。成交。林总，公户刚到了一笔18万的汇款，备注写的是青岩留村地推分红，这是陈峰那边的？半个月2000单，他一个人跑出来的。2000单，他一个人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所以他不是普通人。胖子，帮我起草一份合同。陈峰正式成为 LY 科技全国地推总负责人，底薪加阶梯式提成，年销售额破500万，额外奖励股权。各位，我之前跟你们一样，一个人守一家店，累死累活，一个月挣几千块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半个月光分红就18万，靠的是什么？不是我陈峰3头6臂，是我手里有好产品，是 LY 科技的软件真的好用。现在林总把全国的地推代理权交给我了，我需要一支正规军，愿意跟我的，底薪3000，提成另算。干得好的，1年买车，2年买房不是梦。峰哥，我跟你干！我干！好。从明天开始，青岩留村只是起点，整个义乌、整个浙江、整个长三角，一个一个全吃下来。林总，给我一根杠杆，我就给你撬动整个市场。嘿，最后一个终于来了。我叫孙磊。江苏台州的，学计算机的。你叫啥？林渊。林渊，你是不是那个红山学院的？咱这栋楼是混合宿舍，财经的和红山的住一块儿。红山学院电子商务专业。我叫陈瑞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班的创业明星吗？林渊，你也住这层？我在307，就隔壁。听说你在外面开了个小作坊，卖什么来着？游戏外挂。
跟你没关系，是没关系。不过好歹同学一场，我提醒你一句，3本学生还是老老实实读书吧，别整天想着走捷径。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作坊，搞不好哪天就翻车。说完了，说完了。门在你后面。林渊，那人谁啊？说话怎么这么冲？高中同学。林渊，红山学院电子商务专业，高考320分，阳光过敏。校医那边复核过了，根本没这回事儿。这个林渊，我听说他入学前就开了家公司，好像在大学城那边租了办公室。刚入学就开公司，还伪造病历逃军训。这个林渊怎么感觉不像普通学生？你要不要找他谈谈？不用找，明天军训他就跑不了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林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哥，你爸真把你押回来了？别提了，差点拎棍子去公司砸服务器。知道吗？企业圈有句话叫校友即人脉，金南财经的校友遍布全省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。4年后毕业，你的同学就是你的第一批资源。像有些人报了个3本红山学院，天天在外面搞什么小作坊，连军训都不想参加。这种人以后能有什么出息？不合群就是自毁前程。这位同学，军训期间禁止使用手机。你是哪个专业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林渊，电子商务。你就是林渊，那个阳光过敏的。苏老师，我不用解释，手机我先替你保管，军训结束后到办公室找我。哥，这个辅导员不好对付啊。是不好对付。公司月流水300万，个人账户躺着100多万现金，手里还有2万枚比特币。然后我站在这里踢正步，被辅导员没收手机，这大概就是人生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个云端多客服的架构是怎么实现的？3个客服同时处理10家店铺的咨询，绘画自动分配，聊天记录实时同步到服务器，本地蓝屏了，换台机器登录，聊天记录1秒恢复，延迟0.3秒，比我们阿里自己的商家工具快了6倍。赵总，会不会是国外的团队写的？国内没有这个水平。查过了，服务器 IP 在国内，域名备案信息显示注册地在京南。老赵，你让我查的那个 LY 科技查到了，公司法人林渊，京南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大一新生，18岁，刚报到，还没开始上课。公司注册地址在京南大学城紫金科创中心，员工4个人，4个人，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带着3个员工，写出了我们阿里50人团队花了1年半都没搞定的 SaaS 架构。你看这个，上线不到1个月，付费用户破万，月流水将近300万，退款率不到2%。你知道宝淘上多少商家在用他们的软件吗？多少？2万家，而且每天都在涨。他们有没有融资？没有，注册资本100万，实缴可能是0，纯靠自己造血。云端多客服、订单同步、库存管理、数据赶盘，4个核心模块，1个人写的。这种技术架构能力，别说国内，硅谷也找不出几个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不是我们要不要投他的问题，是再过半年，他会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。你是说他会从服务商家变成做平台？他已经有了2万商家的数据入口，订单数据、库存数据、客户数据全在他服务器里。他要做平台，随时能切进来。我现在就去京南，叫上投资部的老张，今天下午就走。带多少钱的意向？先不报价，去了看看再说。18岁的大学生，4个人2万家用户，我得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人。18岁，我18岁的时候在干嘛？还在为高考能不能过1本线睡不着觉。去机场，京南。凯哥，我腿快断了，别说话，教官盯着呢。凯哥，你看那边，他怎么不用军训？听说他开了校医证明，什么紫外线过敏免训。狗屁紫外线过敏，他就是在装病。同学，你是哪个专业的？
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看书？电子商务，电子商务，我们是会计系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渊。林渊，这名字好耳熟。哦，对，你是不是那个开学前就听说红山学院有个新生开了家公司？真的是你？加个 QQ 吧，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。凯哥，他不仅不用踢正步，还有女生主动找他要 QQ。闭嘴！凯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在这儿踢正步晒脱皮，他在树底下泡妞。林渊同学，你的手机。谢谢苏老师。校医证明是真的，紫外线过敏。我之前误会你了。没事。不过我有一点好奇，你高考320分是怎么在入学前就写出那种软件的？苏老师，高考考的是标准答案，编程考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这两个不是一回事。那你觉得大学能给你什么？人才。大学城是整个京南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，我需要一群能一起做事的年轻人。所以你来上学是为了招人？不全是，学历对我没用，但对我爸有用。他来学校之前跟我说，赚再多钱也是学生。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在华夏，学历不是能力证明，是父母的脸面。林渊，你真的只有18岁吗？你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你过来看看这个，流水280万，净利润90%，这是什么项目？一个 SaaS 软件，叫宝淘商家管家，给宝淘卖家用的后台管理系统，云端多客服、订单同步、库存管理。这种软件市面上不是有很多吗？它的客服系统延迟0.3秒，比市面上最快的竞品快6倍，订单同步零延迟，库存同步零差错，上线1个月，付费用户2万，退款率不到2%。创始人什么背景？林渊，18岁，京南财经大学大一新生，公司4个人，注册在科创中心一个小办公室里。18岁，大一新生？对，而且他是高考出分之后才开始创业的，到今天为止不到2个月。你看这条增长曲线，它不是在跑，它是在飞。2个月做到2万付费用户，你见过哪个 SaaS 公司有这个速度？但他没融资，纯靠利润驱动。这种创始人最可怕，他有绝对的定价权，不需要看投资人的脸色。所以我们需要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值多少钱的时候，抢在别人前面找到他。阿里也盯上他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阿里商家工具部门上周突然宣布技术升级，之前已经沉寂了1年半，能让他们有这种反应的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看到了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东西。你是说阿里内部已经知道了 LY 科技的存在？不是知道，是重视。阿里在杭州，离京南高铁2个小时，如果他们先到，摩天就出局了。帮我订2张去京南的头等舱，越快越好。林渊，18岁，4个人，2万家用户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想见见这个18岁的大学生。走，去机场。阿里已经动身了，我们不能比他们慢。韩姐，什么事？林总，你现在能回公司吗？我在军训，走不开。有2拨人同时到了公司，都要见你。一波说他们是阿里投资部的，从杭州过来的；另一波是摩天资本，从京北飞来的，领头的是个叫 Kevin 的合伙人。2拨人同时到，前后脚差了不到10分钟。阿里的人在 A 会议室，摩天的人在 B 会议室。现在张雅和刘晓文正在给他们倒水。林总，怎么办？稳住他们。就说我在学校，军训结束立刻赶回去，不要让两边知道对方的存在。明白。但那2个会议室就隔一面墙，我怕他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撞上。撞上就撞上，撞上了更好。我照你说的做。哟，大老板又在谈生意呢，2拨人找你，骗子公司找上门了吧？林渊，你装什么大老板？你那小作坊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还阿里，你怎么不说比尔盖茨来找你？凯哥，他刚才说阿里那个阿里，听他吹吧。阿里的人找他一个3本学生，人家连北大清华都未必看得上。赵凯，你京南财经会计系的录取通知书还在吗？在。怎么了？好好收着。4年后你会拿着它去面试，然后发现面试你的人是红山学院的毕业生。哥，
公司真来人了。小点声。阿离和摩天同时到，阿离想要的是产品，摩天想要的是股权，一个出价，一个抬价。我要做的是让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压力。林总 ，A 会议室是阿离的李远李总 ，B 会议室是摩天的 Kevin， 我安排他们各喝了2杯茶。哪边先到？阿离早了10分钟。好。你就是林总。李总，久等了。我在阿离干了12年，见过无数创业者，不到20岁的你是第一个。林总，我直说，阿离看中了你的宝淘商家管家，尤其是云端多客服的架构，我们出3000万全资收购。3000万全资收购。李总，你觉得我这款产品值多少钱？3000万已经是很有诚意的价格了。你公司成立不到2个月，员工不到10个人。我的 SaaS 架构值30亿。30亿，林总，这个数字……李总，你从杭州飞过来，不是因为觉得我们值3000万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如果我们继续独立发展，2年后你花30亿都买不到。林总，你今年多大来着？18。我需要跟总部汇报一下，30亿这个数字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。请便。李总，我这边还有点事，让韩云先陪您坐一会儿。林总，你真开30亿？阿离不是来做生意的，是来消灭竞争对手的。3000万买一个未来可能颠覆他们的产品，这笔账他们自己会算。林渊，终于见到你了。Kevin， 坐。你的产品我看过了，云端多客服，延迟0.3秒，全球范围内我没见过第二能在这个量级做到这个响应速度的。所以摩天的方案是什么？5000万，占30%，估值1亿6700万。这是我们投过的最早期的项目，也是最快的决策。Kevin， 5000万，30%。你觉得我来上学是为了什么？说实话，我查过你的背景，高考320分，3本院校。如果你愿意，这笔钱够你退学直接全职创业。所以你是在劝我退学，我在劝你做你注定要做的事。Kevin， 你从京北飞过来，辛苦了。方案我看了很有意思，但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多久？很快。校长，您找我。这个 LY 科技的创始人林渊，是不是你们院的新生？是，红山学院电子商务专业，入学不到1个月。你知不知道他的公司月流水多少？我不太清楚。苏老师，你这个辅导员怎么当的？开学的时候，他伪造病历请假逃军训，我还当众没收过他的手机。没收手机，好啊！全华夏第一个被辅导员没收手机的企业家，就在咱们红山学院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国多少财经记者在查林渊是谁？如果他们发现这个被阿离和摩天同时追逐的天才少年，在他辅导员眼里就是个逃军训的刺头。联系林渊，告诉他学校的态度。另外，下次他要请假不用亲自来，打个电话就行。苏老师，你找我？林渊，你的军训免训手续批下来了。另外，学校特批，你可以不限制出入时间，创业需要随时可以回公司，不用请假。谢谢苏老师。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你的公司，阿离和摩天抢着投你，月流水300万。苏老师，开学第一天你跟我说，军训期间禁止使用手机。那部手机
你当时是不是在看公司后台数据，月流水320万。林渊，你下次要回公司直接走，不用跟我打招呼。好。林渊，高考320分，是不是也是你装的？林总，从今天下午开始，企鹅群里和几个行业论坛上突然冒出来一批帖子，内容几乎一模一样。哥，你看这个发帖人的 IP 全集中在同一个号段，这是有人组织的水军。不是水军，是周乾坤。周乾坤，一联软件那个，他不是正在接受调查吗？垂死挣扎的毒蛇最危险。哥，你啥意思？周乾坤现在的处境是，公司被查封只是时间问题。他联合这些小公司，不是为了翻身，是为了拉我陪葬。一个已经没有退路的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那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报警需要证据。我们现在能证明的是，有人发帖抹黑，但找不到周乾坤直接指使的证据。他不会蠢到亲自出面。胖子，给陈峰打电话，让他组织100个义乌商家联名写一封感谢信。感谢信？这时候写感谢信？周乾坤靠水军造谣，我靠真实用户说话。100个真实商家的联名感谢信，比1万条水军评论更有分量。再加上真实的交易数据和利润增长截图，不需要自证清白，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。对，另外，我亲自录一段软件操作演示视频。哥，这玩意儿真能行？能减少屏幕反光，站好了别晃。各位好，我是 IY 科技的创始人林渊。针对近期网络上关于宝淘商家管家的不实言论，我录制这段视频，公开展示软件的完整功能和真实数据。云端多客服系统当前同时在线会话数3217，服务器响应延迟0.28秒。哥，评论区的画风变了，刚才还在骂的，现在全在说卧槽，这操作也太丝滑了，原来真有这么牛。之前骂的人脸疼不？哥，全删了，一个不剩。反林联盟的帖子，网友骂成筛子了。韩姐，帮我查一下周乾坤那几家小公司的软件评价。已经查过了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他们的评论区里全是网友刷的差评，内容跟之前抹黑我们的一模一样，一字不差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不是我们做的，是网友自发，这就是互联网。哥，你说这些水军现在什么心情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周乾坤知道我们已经不是2个月前那个4个人挤一间毛坯房的小公司了。你有水军，我有用户；你有钱，我有产品；你有人脉，我有数据。周乾坤，这一局你拿什么跟我玩？那几家小公司呢？之前说好一起搞林渊的，现在全没声音了。周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。那几家已经撤了。撤了？什么意思？他们昨天联合发了一份声明，说之前对 LY 科技的指控系不实信息，已经主动删帖道歉。另外有3家已经派人去京南。这帮白眼狼，当初求着跟我结盟，现在看到姓林的势头好了就倒戈。周总，冷静，现在的局面不是跟林渊较劲的时候，以后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我在这行混了20年，被一个18岁的毛孩子打成了这样。林总，您看一下这个。好，我看一下。Kevin， 林总，我跟总部通了3个小时的电话，新的方案8000万25%，估值3.2亿。林总，8000万25%，这是摩天在 A 轮投过的最高估值。你要不要跟阿里那边比一下？我知道他们还在等你答复。Kevin， 你和阿里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的不是钱，
是能在移动端帮我布局的合作伙伴，你有吗？2009年 iPhone 已经出了3代，安卓刚发布，5年之内，智能白色 iPhone 3G 的出货量会超过 PC， 到时候所有的电商管理软件都得从 PC 端搬到移动端，谁先做谁就赢。林总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跟总部再谈一轮。好。阿里那边也来电话了，他们追到1亿，占35%。1亿占35%，估值2.85亿。Kevin 出8000万占25%，估值3.2亿。两家都在加码，但都没到我的心理价位。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？10亿美元。韩姐，你知道为什么阿里和摩天都在抢着投我们吗？因为我们的产品好，数据漂亮。这是表面，深层原因是他们看到了电商 SS 的爆发拐点。宝淘去年的交易额突破2000亿，今年至少翻倍，背后是100多万商家。这些商家未来都会从下管理搬到线上管理，但这不是终点。你看这个，你的手机，准确的说是智能手机。iPhone 去年卖了超过1000万台，安卓手机今年出货量预计突破5000万。韩姐，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？移动端会取代 PC？ 不是取代，是颠覆。3年之内，宝淘商家的后台操作会从电脑屏幕转移到手机屏幕上。所以你现在不卖股权？现在卖掉任何股份都是贱卖。阿里出1个亿买35%，是因为他们赌的是 PC 端的未来，但我手里的底牌是移动端的先发优势，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林总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做一份未来3年的财务预测，分2个版本，一个给投资人看，一个我们自己看。区别是什么？给投资人看的写保守一点，我们自己看的写真实数字。明白。2009年，移动端的 SaaS 还是无人区，国内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到5%，没有一家软件公司把移动端当回事。这正是我的机会。现在的移动端体验是0，但2年后，当智能手机价格跌破1000块，所有人都会涌上来，到时候我已经在终点等他们了。你找谁？我找能做移动端开发的人 ，iOS 或者安卓，有实际项目经验最好。你是 HR， 看着不像啊。你多大？18，我是 LY 科技的创始人。LY 科技，那个被阿里追着投的 SaaS 公司。对，你要做什么项目？移动端电商 SaaS。这个架构，你是打算用原生开发还是跨平台框架 ？iOS 用 Optic-Core 原生，安卓用 Java 原生，跨平台框架太慢，体验也不行。你一个人写了全部后台？对。你开多少薪资？月薪8000，转正12000，外加项目股权。我叫程序，研二，做过2个 iOS 项目，我加入。我叫孟一凡，研一，写过安卓应用，也加入。我叫周阳，研二，主攻后端和数据库。但你后端都写完了，我就做线端适配吧，我也加入。合同在这里，签了之后，明天到紫金科创中心报到。林总，出事了！义乌和广州同时冒出来一家公司，叫天网软件，也在做电商 SS。他们上周开始大规模的推，策略就4个字：首年免费。我让兄弟们去探了他们的产品，技术底子不弱。云端多客服延迟能做到0.5秒，比我们差一点，但免费这个杀招太狠了。青岩留村已经有10几个商户开始2家同时用，想看看哪家更好再决定付费。许冠清，这个人是真有2把刷子的。硅谷回来的，那怎么跑深圳去搞小公司了？被风投拉回来的。天网背后有资本推手，打法一看就是硅谷模式，先免费抢市场，把竞争对手熬死之后再提价。这不是周乾坤那种传统软件商的手段，是互联网公司的标准打法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这次不一样。哥，啥不一样？周乾坤用的是下三滥的手段 ，DDoS 攻击、拉电闸、刷差评，那些手段能恶心人，但伤不到我们的根基。这是我创业以来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对手，不是降维打击，
是正面对决。林总，我31岁，斯坦福计算机硕士，在硅谷干了6年。回国之后，听说我的竞争对手是个18岁的大一新人，第一反应是不信。现在信了？信了。你的云端多客服架构，我让许冠清逆向分析，他说写出这个架构的人技术水平至少在硅谷一线。林总，我直说了。SAS 这条赛道，电商商家管理这个细分领域，容不下2家头部公司。我们要么打到你死我活，要么合并。合并可以，谁合并谁？天网背后有红杉和 IDG 的联合注资 ，A 轮融了2000万美金，团队里有3个斯坦福校友 ，CTO 是前谷歌工程师。我们的产品首年免费，现有付费用户是你的3倍。林总，从实力对比来看，答案应该很明显。你说了这么多优势，但有一个数字你没提，退款率。你的产品首年免费，退款率应该很低才对。但我查过了，天网的用户留存率不到 40%， 免费拉来的用户1年之后有多少愿意付费？留存率可以通过产品迭代提升，只要市场份额够大，盈利是迟早的事儿。那是硅谷的逻辑，华夏市场不一样。华夏商家对价格极度敏感，免费的时候涌进来，收费的时候全跑光。你用资本的钱补贴免费策略，烧的是投资人的钱；我用利润驱动增长，赚的是客户的钱。你说这2种模式，哪一种更持久？林总，你比我想象的难对付得多。斯坦福商学院的谈判课教过一个原则，永远不要被对方的年龄迷惑。所以合并方案是什么？天网收购 LY 科技，全股票交易，你占合并后公司 15% 的股份，担任联合创始人兼 CTO， 我任 CEO。方总，你的方案我听到了。我的方案是合并可以，我任 CEO， 你任 COO， 股权按实际估值比例分配，或者我们换一个更简单的方案，各凭本事，看谁先倒下。林总，你确定要打？不是我要打，是你在义乌打响第1枪的时候，这场仗就已经开始了。林渊，你今年18岁。我18岁的时候还在斯坦福的图书馆里为期末考试熬夜，你已经坐在我对面跟我谈并购了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。但商场不是考场，方总，你从硅谷带回来的是技术和资本，我从这个市场里长出来的是活法。我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谁更聪明，在于谁更怕输。方总 ，LY 科技今早发的公告，你看过了吗？看了。鹰眼系统。开放平台 API 接口公开，林渊这小子在下一盘大棋。我们还在跟他在价格维度上战斗，他直接换了一个战场。开放平台，这不是针对我们，这是他早就规划好的战略路径。价格战只是他拖延时间的幌子。2个月前他公司才成立，那时候我还在硅谷办离职手续。方总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，我们一直在追他的产品，但他好像从来不在我们的赛道上跑。我们做价格，他做生态；我们做功能，他做平台。我们盯着他的现在，他盯着我们的未来。红松那边的2期融资什么时候到账？最快还要2个月。2个月，林渊2个月建了一个生态，我们2个月只能等一笔钱。告诉市场部暂缓价格战，先把技术团队拉回来，全力研究开放平台的可行性。LY 科技已经跑出了一个身位，我们不能再跟在后面追了。方总，你觉得我们能追上吗？林总，123个注册开发者，已经提交了46个插件，这个速度，我在学校实验室写个课程项目都要2周。这些人1天不到就交活了，因为我把 API 文档写得足够清楚，开发者不需要理解底层架构，只需要按照接口规范调用数据。就像搭积木，我已经把底座和框架搭好了，他们只需要往上加模块。哥，你快看，宝淘服务市场，咱们的插件专区被挤爆了。我操，我才3天没登录，这软件变成这样了。之前用天网免费版功能就那几个，
今天试了一下 LY 的插件，光一个智能定价就值回99块。我装了个自动催评插件，今天一天追回来23个好评，服了，真的服了。刚从隔壁天网过来，那边的客服跟我说他们也在做生态，我说你们先上线再说吧，人家 LY 已经能用了。林总，今天新增付费用户470个，是上周单日平均的3倍，退款率降到了0.8%，创了新低。老大，你那个公告发出去之后，我今天在青岩留村开地推会，本来只约了20个意向客户，结果现场来了70多个，座位不够，有人在门口站着听。老大，你知道吗？之前被天网免费拉走的那17个客户，今天全回来了。他们说天网免费是便宜，但功能太单一了，连个自动催返都没有。你的插件专区一上线，他们当天就把天网卸了。陈峰，你嗓子怎么了？这几天急得嘴上起了一圈泡，嗓子也哑了。老大，你这招叫什么？是不是又是你之前说的那个降维打击？林总，1周之内上百个开发者涌入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到开放平台这一步的？不是我想到的，是方正逼的。他如果不打价格战，我会按部就班的迭代产品，至少3个月之后才会考虑开放平台。但他逼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底牌亮出来，结果发现我的底牌比他想象的多。价格战打到白热化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价格上，没有人注意到我同时开了3条线：移动端鹰眼系统、开放平台。方正以为我在跟他打价格战，其实我只是在陪他打。我的主力部队早就在另一个战场了。林总，出事了！从昨晚开始，几个技术论坛和企鹅群里都在转发一篇分析文章，质疑我们的数据安全性。文章署名是方正。哥，这文章说的啥？核心论点是，开放平台的 API 接口会泄露商家数据，第三方开发者有可能窃取客户隐私。方正的逻辑很刁钻，他不是在攻击我的产品，是在攻击我开放平台的底层逻辑。这一招打在了要害上。林总，深圳的代理商打电话来说，3个客户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暂停了续费流程，说要观察一下。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广州最大的客户，年费用户。老大，义乌这边有5个客户发消息问我，说天网那边的人拿着文章截图来找他们，说我们的软件有后门，有一个客户已经申请退款了。哥，要不要也发一篇文章反驳他？不行。方正的目的不是证明我技术不行，是要让我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。你越解释，客户越觉得你有问题。方正这一招确实高明，他没有攻击我的代码，他攻击的是信任，一个18岁创业者最薄弱的环节。他用自己在硅谷积累的技术公信力做背书，让不懂技术的客户产生怀疑。这不是技术战，是心理战。韩云，帮我联系第三方数据安全审定机构，不是国内的，是国际顶级的。我要对 LY 科技的服务器架构做一次公开的、全面的安全审计。国际顶级的，成本至少10几万美金。值得。方正要打信任牌，我就用国际公认的权威机构来背书。他不是在论坛上发帖质疑我吗？我不需要回帖反驳，我只需要把安永或者普莫永大的安全审计报告挂到官网上。哥，你不是说不上他的套吗？我没有上他的套。他发技术文章质疑我，是想让我跟他打口水仗，让围观群众看热闹。但我不回帖，我出一份国际审计报告。他的帖子再长，能比一份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安全审计报告更权威吗？林总，我这就去联系。LY 科技即将接受国际顶级数据安全审计机构全面检查，审计报告全程公开，敬请期待。方正，你想打信任战，我就把信任战升级到你不擅长的战场。这一局你怎么跟？有人说，把数据放在云端等于把钱包放在大街上。这个比喻听起来很吓人，但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。云端 SAS 的数据加密就是门禁 ，API 权限管理就是监控。分布式防火墙就是防爆墙 ，SSL 传输协议就是武装押运。LY 科技的服务器架构通过了普化的信息安全审计，审计报告下周将全文公布在 LY 官网首页。
林总，审计报告初稿出来了，核心结论8个字：架构安全，权限可控。哥，方正在论坛上那篇文章被管理员沉底了，评论区里全是骂他蹭热度的。不是管理员沉的，是用户举报太多，系统自动沉的。方正的抹黑文章没有毁掉 LY 的信任，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真正的技术实力。企业版套餐月费999元，包含全部高级插件、专属客户成功经理、1对1数据分析报告、优先技术支持。韩姐，这个专属客户成功经理是什么东西？每个企业版客户配一个专职顾问，每月上门拜访1次，帮客户分析后台数据，提供运营优化建议。这是我们跟天网最大的区别，他们卖的是软件，我们卖的是服务。企业版上线第1天签了多少？16家，全部是年付，加上之前提前预约的42家，今天一天签约58家，客单价9999，一天签了57万。哇！57万一天！林总，我看到了你们的审计报告和企业版上线数据，我明天飞南京，这次我带了一份新的交易文件。Kevin， 这是你第3次来南京了。这一次不一样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投 LIY 科技，1年之后就没有资格投了。估值3亿，投资5000万，占15%，董事会5个席位，摩天只占1席，你保留全部经营决策权。另外，我们承诺不干预日常运营，不派处财务人员，不设置1票否决权。林总，这份条款比阿里那份干净太多了，没有对赌，没有回购条款，没有强制脱授权。摩天这次是真的下了血本。Kevin， 你之前出8000万占25%，估值3.2亿，现在出5000万占15%，估值没涨多少，但条款确实更干净。你回去跟总部博弈了很久吧？3天没怎么睡觉。我跟投委会拍了桌子，我说 LY 科技不是下一个 Shopify， 错过它，我会辞职。Kevin， 你的诚意我收到了，给我2天时间，我跟团队商量一下。林总，我等你的电话，我的行李箱就放在酒店前台，退房之前不会拿走。是我，上次跟你说的事可以办了。这个料发还是不发？高考320分又不是犯罪，发了会不会太损？你不发，别人会发，而且这是公开信息，不存在侵权。哥，出大事了！网上全是你高考分数的新闻，热搜第1。我知道，韩宇已经给我看了。林总，目前有17家科技媒体转载了这个消息，评论区2极分化，一部分人说高考分数不能代表能力，另一部分人说你是投资机构包装出来的骗子。摩天的 Kevin 刚打来电话，语气很犹豫，说要重新评估。这肯定是方正干的，你高考分数谁能查到？只有他那种人脉关系才翻得出来。但这一次他没有捏造事实，我高考确实只考了320分，确实上了3本。Kevin， 你从京北飞到南京3次，每一次都是因为你看到了真实的 LY 科技。你看到的不是我高考多少分，是我的产品，我的团队，我的数据。林总，给我2天时间，我跟投委会再沟通一次。好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工作。李总，我是林渊。林总，我以为你现在应该在应付媒体。媒体的事不急，我找你是谈正事。你说。摩天那边因为学历的事在犹豫， Kevin 的投委会要重新评估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需要一家不纠结我高考多少分的投资方。林总，你的意思是？如果阿里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签约，我给你最优条件，估值5个亿，8000万，15%，和摩天的方案一样干净的条款，不设对赌，不派主财务，董事会席位只占1席，不干预经营。但有一个前提，明天中午之前，合同必须签完。林总，这件事我定不了，
我需要直接帮马总。我等你。方正，你以为把我的学历曝光给摩天，摩天就会退出？你错了。摩天犹豫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我把阿离拉进来的筹码。你打的不是我的弱点，是摩天的软肋。因为在这个市场上，不是只有一家 VC 想。马总，情况就是这样。林源刚才来电话说，摩天因为学历问题在犹豫。他给我们的条件是5亿估值，8000万占15%，24小时内签，高考320分。是。我们阿离招人看不看学历？看。但我们投人看不看学历？我自己也不是名校毕业，当年高考数学还考过个位数，英雄不问出处。他能在18岁写出云端多客服，能让2万商家用他的软件，能让摩天的 Kevin 从京北飞到南京3次，这个人值不值5个亿？从数据看，值。月流水破500万，净利润接近300万，退款率不到1%，普化的安全审计报告也是干净的。那就签。学历那张纸能比他写出来的代码更值钱吗？告诉林渊，不用等24小时，今天下午就签。林总，怎么样？李总，马总亲自批了，今天下午签合同。下午见。韩云，下午准备一份 term sheet， 阿里的人会带合同过来，估值5亿，8000万，15%。5亿？阿离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林总，你不是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吗？这子弹怎么飞到阿离那边去了？方正的子弹打中了摩天，我顺手把它弹到了阿离手里。方正，你以为学历是我的软肋，但你没有算到，摩天犹豫的那一刻，就是我拿回主动权的那一刻。你要回我的融资，我借你的手换了一家更强的。林总，估值5亿，投资8000万，占比15%。董事会5个席位，阿离占1席，不设对赌，不干预经营，不派驻财务人员，这是马总特批的。林总，马总让我带句话，他说英雄不问出处，他自己高考数学也不及格。替我谢谢马总。哥，这是真的，真的签了。别拍了，发公告。林渊刚刚还在热搜上被骂骗子，转头就拿了阿离8000万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快改标题，阿离官方公告都发了。我飞了3次南京，3次。帮我订回京北的机票，最早的航班。方总，你看到我昨天把他的学历曝光给全网的媒体，今天他拿到了阿离的8000万，我是帮了他，还是害了他？我以为学历是他的阿克琉斯之身，结果他的阿克琉斯全身都是盔甲。我唯一能攻击的点，反而是他最不在乎的点。周乾坤是省内对手，方正是全国对手，但真正的终极对手是硅谷。2009年的中国互联网还没有一家 SaaS 公司能挡住米国巨头的降维打击，除非我们先成为巨头。今天，天网软件正式与 Salesforce 达成战略投资协议 ，Salesforce 将向天网注入5000万美金，并开放其全球领先的 SaaS 技术架构。从今天起，天网不只是一家华夏公司，而是一家拥有硅谷基因的全球 SaaS 企业。有人问我，天网和 LY 科技的区别在哪里？我告诉他们 ，LY 做的是工具，天网做的是生态。LY 的创始人还在上大学，天网的团队来自斯坦福和谷歌。这不仅仅是2家公司的竞争，是2种模式的竞争。哥，方正拿了 Salesforce 5000万美金，5000万还开放技术架构，这不等于直接抄了硅谷的作业 ？Salesforce 的架构我研究过，多村户数据隔离 ，Aperva 开发平台 ，Force 生态，这些确实是全球最先进的 SaaS 架构。如果天网能完整引入，他们的产品迭代速度至少快3倍。林总，还有个事儿。说。孟一凡和周阳今天早上没来上班，我打了7、8个电话，都没接。刚才我收到他们的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，说对不起，东西都留在工位上。什么意思？不来了，跑了？
林总，移动端的代码仓库被人整库拉走了，时间昨天凌晨3点。孟一凡和周阳，他们俩偷了代码跑了。林总，我刚打听到，孟一凡和周阳昨天下午去了深圳。程序，查一下他们拉走的代码范围。韩云，法务那边准备材料。王林，哥，你说我骂死他们俩？不用骂，代码被偷了，可以重写。人走了，可以再招，但他们带走的是我们花了2个月研发的移动端核心架构。如果天网比我们先上线，我们的先发优势就没了。这不是背叛的问题，是生死的问题。林总，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你从昨天到现在没合过眼。不用。程序，把移动端还没被拉走的模块全部备份。今晚开始，我一个人重构核心架构。你一个人？这工作量至少……我知道。方正，你挖我的人，偷我的代码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在移动端追上我？你忘了，这套架构是我一个人写的。孟一凡和周阳只做了前端适配，核心的底层逻辑，他们看不懂，更复制不了。36个小时了，哥，你倒是吃一口啊！林总，你这个架构每一层都是独立的，这怎么可能？2009年没人这么写后端，这叫微服务架构。2014年之后才会有人写进教科书。一个模块挂了不影响其他模块，在新架构面前全成了废纸。对，他们拿走的是一辆马车的轮子，我重新造了一汽车，轮子可以换，但马车永远跑不过汽车。哥，你刚才说啥？啥马车汽车的？你是不是困出幻觉了？程序，上线。延迟0.05秒。林总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一个人72小时干出了一个比阿里还快1倍的架构。这孩子，这就是你们从 LY 带出来的移动端代码，是全部前端模块，加上我们手里有的一套后台接口文档。冠清，你看看这套架构需要多久能跑通？方总，这套代码跑不通，什么意思？接口的底层逻辑是林渊一个人写的，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加密校验层。我们拿到的前端代码就像一把没有锁孔的钥匙，能看，不能用。那林渊呢？他那边能用吗？他刚才上线了一个全新的移动端架构，叫猎户座 V2。新架构的响应延迟降到极致，比之前的快了6倍。孟一凡他们拿走的旧代码，在林渊的新架构面前，就是一堆废纸。我挖了他2个人，偷了他的代码，引入5000万美金，他一个人72小时把我的棋全部翻了。方总之前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在追他的产品，但他不在我们的赛道上跑。现在我想改一下这句话，改成什么？他根本不是在跟别人赛跑，他是在跟自己赛跑。林总，你让我查的天网义乌地推数据，我让兄弟们蹲了1个星期，结果在这儿。这2000多个账号，最后登录时间全是同一天。注册之后再也没有上线过。不止，我让兄弟们按上面的手机号挨个打过去，一半是空号，3成接了电话说从没开过网店，6成2是假的。方正拿这个数据给 Salesforce 看，说自己有多少万免费用户。哥，这不就是刷单吗？咱们农场管家时期那时山寨店也这么干过，比刷单还狠。山寨店刷的是好评，天网刷的是用户量。Salesforce 投了5000万美金，要是知道自己买的是一堆假数据。陈峰，你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份报告，空号清单、电话录音、红包转账记录、地推人员口述全部归档。行，整理完之后怎么办？发到网上曝光？不，发给 Salesforce。直接发给 Salesforce， 他们不是方正的靠山吗？正因为是方正的靠山，发到网上，天网可以公关，可以说被竞争对手恶意抹黑，但直接发给 Salesforce 中国区总裁，自己人查自己人，才是最狠的。方正，你用 Salesforce 的钱打价格战，用假数据撑估值，你以为资本是你的武器？不，资本是双刃剑，你能用它砍我，我也能用它砍你。叫审计团队来我办公室，现在。
Mark， 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匿名给我发了一份报告，天网在义乌的免费用户数据60%以上是虚假注册。如果这份报告属实，我们投的5000万美金里，至少有2000万买的是假数据。这些数据如果是真的，天网不仅涉嫌商业欺诈，还违反了投资协议里的数据真实性条款。我们可以启动回购程序，派人去义乌实地核查，3天之内给我一份完整的审计报告，我亲自带队，明天一早就走。方总 ，Salesforce 总部已经批准了对天网的专项审计，审计团队3天后会到深圳，需要你提供近3个月所有用户注册数据、活跃度报表、地推费用明细。在审计完成之前，第2期投资款暂停支付。Mark， 这个审计是谁触发的？是不是有人给了你们什么？方总，我建议你配合审计，如果数据没有问题，2期款会正常到账；如果有问题，你比我清楚后果。林渊，一定是林渊，他把义乌的数据直接发给了 Mark。方总 ，Salesforce 的审计团队一旦进场，我们在义乌和广州的地推数据全都会被翻出来，6%的水分瞒不住。那就赶在审计之前把数据补上，让地推团队把所有号重新激活。来不及了，6%，2000多个假账号，你怎么在3天之内全激活？方总，审计团队上午进场了，他们第一站就去了义乌，抽查了200个免费账号，当场确认了130个是虚假注册。林渊，我挖他2个人，拿他一套代码，赢5000万美金，我打了3张牌，他1张邮件全给我炸了，他是要跟我同归于尽。方总，那边发了正式通知，2期投资款冻结，启动回购条款。如果3个月内无法证明数据真实性，天网需要回购全部股份，还要支付违约金。方总，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动攻击过你，他做的所有事都是在建自己的护城河，是我们一直在打他，他只是挡了一下。他挡了一下，就把我挡成了这样。林总，天网的2期投资款被冻结了，媒体已经在报道了。我知道。林总，你要邀请方正加入 LY， 他偷了你的代码，挖了你的人，抹黑过你的产品，还把你的学历捅给全网媒体，你确定？韩姐，你知道我最敬佩的创业者是谁吗？谁？那些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。他输不是因为他笨，是因为他选了硅谷模式来打本土市场。如果他能用我的打法，加上他的经验和人脉 ，LY 科技的 CTO 位置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。当然，他大概率不会接受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发？因为我想让他知道，我给他留了一扇门，进不进来是他的选择。但我不会让一个能打的对手从我面前毫无体面的消失。林总，方正拒绝了。你不意外？不意外，他要是接受，就不是方正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给他体面他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程序，移动端 App 的最终测试版什么时候能发？现在就能发。发。哥，这数字是不是坏了？没坏，商家群里有人在自发传播。老大，义乌这边全炸了。今天上午至少有20个商家给我打电话，说躺在床上就能看订单数据，哈哈，问我们的 app 是不是外星人做的。10万，哥，10万下载量，第一天10个小时。林总，各大科技媒体的编辑部全炸了，18岁创始人再次领先行业2年，0.05秒延迟背后的技术奇迹。2个月前，我坐在网吧里写脚本，向爸妈借2000块钱。现在我的 APP 上线首日破了10万下载，阿里投了8000万，公司估值5个亿。方正，我给了你一个选择，你选了站着死，我尊重你。今晚加班 ，APP 的服务器监控全部到位，明天开始全国推广，所有人都打起精神。老林，你烟灰掉裤子上了。崔帆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是咱儿子上电视了。
他瘦了，比上次回家的时候瘦了一圈。瘦了怕什么？你没听主持人刚才说吗？他的公司现在值10个亿。10个亿是多少？比你们厂……我们厂1年的产值都没有1个亿，他一个公司值10个厂。2个月前我还拎着皮单要他跪下，我说他考320分，这辈子就完了。哥，你上电视了！我们班群里全在转你的照片。班主任刚才在群里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。看到了，拍得帅不帅？不帅，你头发都没梳。月月，等哥赚够了钱，带你们去看世界。林总，几家投资机构今天更新了 LY 科技的估值数据。阿里5亿估值领投之后，移动端 App 上线首日破10万，现在月活用户已经超过8万，新的市场估值有10亿。韩姐，10个亿离独角兽还差多少？独角兽是10亿美金，我们现在是10亿人民币，大概1亿5千万美金，还差8亿5。下一阶段的目标50亿。方总，裁员名单上的所有人都谈完了，离职补偿按 N+1发的，财务说账还剩最后1月工资的钱。你的新工作找好了吗？有几家猎头联系了，还没定。方总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在硅谷干了6年，斯坦福的学位证现在还挂在我公寓墙上。回国的时候，我跟红薯的人说，我要做中国最牛的 SaaS 公司，1年之内干掉所有对手。结果我干了1年，被一个18岁的大学生干掉了。冠清，你说我输在哪儿？技术，猎户座 V2 的架构比我们领先了至少1代。Salesforce 的多促人车架构已经是最先进的了，林源的微服务架构比 Salesforce 还快4倍。还有呢，格局，你一直在追他的产品，他在追市场的变化。你打价格战的时候，他在做开放平台；你挖他团队的时候，他在做移动端。你每一步都踩在他上一轮的脚印里。帮我接 LY 科技，林渊。你好，林总，我是方正。方总，有事？天网散伙了 ，Salesforce 撤资，红杉放弃追加，团队裁了1半。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你说，你赢了，但我不是来求你的，我就是想问你一件事，你从头到尾到底有没有把天网当成对手？方总，你是我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强的对手。周乾坤用了5招，我挡了5招，他用完5招就没了。你用了3招，每一招都逼我提前亮出了底牌。你如果不把我当对手，我的移动端至少还要3个月才能上线。所以你是在感谢我？我在告诉你，你的技术没有问题。天网的核心架构我研究过，许冠清写的那套多村户数据隔离方案，在2009年是国内最先进的。你输的不是技术，是格局。你把所有的资源都压在怎么打败我上，但你没想过，这条赛道上不止我们2家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天网已经没了。方总，我之前给你发的那封邮件，邀请你加入 LY 科技，那个邀请现在还有效。你的技术没问题，是格局不够。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 LY 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你今年18岁，我31岁，你跟我说格局。谢谢你给我留了这扇门，但我不会进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尊重你。方总，你跟他说了？说了。他说我输在格局，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林总，最新数据，付费用户突破2万，月流水破1000万，退款率降到5%。天网退出之后，我们市场份额全部翻倍。陈峰正在组建2个大区团队。林总，今天上午宝淘服务市场那边打了电话，问我们要不要谈合作。哥，他们之前不是还防着我们吗？之前防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有威胁，现在主动合作是因为发现防不住了。林总，接下来我们的战略方向是什么？SaaS 是我们的根据地，所有电商家每天打开电脑就登录 LY 的软件，所有数据都在我们服务器里，这些数据本身就是一座金矿。商家每天在 LY 的软件里每处理一笔订单就有一个支付请求，如果我们直接嵌入一个支付系统，在 LY 的界面上就能完成收款，这就是支付的价值。商家发货要用快递，如果商家在 LY 的软件里就能一键叫快递打面到查物流，省下的时间是价值。
我们用这些数据去跟快递公司谈，拿到全网最低的快递费。商家在我们这里发货比外面便宜一半，这就叫供应链。商家的所有数据都在我们服务器里。如果我们成立一个金融服务公司，给商家提供小额供应链贷款，商家贷到款扩大生意，我们赚利息，这就叫供应链金融。哥，支付、物流、供应链金融，你这是要把阿里的活全干了？不冲突，但这3个新业务的根基全是 SaaS， 因为我们有商家最真实的数据，这些数据其他平台也有，但他们不敢随便用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裁判，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护城河。林总，这3个业务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1000亿级的市场，你要同时做？不是我同时做，是把地基打好，让业务自己长出来。现在我们的 SaaS 地基已经够牢了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地基上盖楼。天网倒下了，但这条赛道上的真正大鱼还在后面。阿里看到了我的数据入口，摩天看到了我的增长曲线，方正输给了我的架构，但没有人看到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。这些商家数据不是成本，是资产。2年后，当所有人都还在 S 赛道上抢用户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支付、物流、供应链、金融3条赛道上同时起跑了。哥，我当初在网吧里给你递可乐的时候，你说你要赚第一桶金，现在你跟我说要干阿里的活，那是因为第一桶金不够花。走了，去吃饭，今晚我请客。这就是那个拿了1等奖的年轻人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前辈，我是 LY 科技的创始人林渊。今天站在这里，可能是全场唯一一个期末考试还没考完的人。很多人问我，你18岁，高考320分，3本在读，凭什么能做出一家估值10亿的公司？我的答案是，学历是一张入场券，但真正的赛场上只认实力。高考考的是标准答案，创业考的是在没有人告诉你对不对的时候做出判断，大学教的是知识，市场教的是在连知识都不够用的时候怎么活下来。我没有贬低学历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别让一张纸定义你是谁，能定义你的只有你做过的事。如果你现在考了好成绩，恭喜你，你拿到了一张很好的入场票，但进了场之后，票就没用了，比的是谁跑得快，谁扛得住，谁在摔倒之后能爬起来。如果你考得不好，没关系，入场券不止一种，人生的赛场也从来不止一个入口。是我在省大会堂。对，刚听完他的发言，他的原话：学历是入场券，赛场上只认实力。18岁，3本，创业4个月，估值10亿。刚才全场企业家为他起立鼓掌，你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见他，越快越好。林渊，有意思。林总，2份邀请是同一天到的。阿里那边马总亲自点名，邀请你去杭州面谈战略合作，时间就在下周。红木资本这边开出的估值是20亿。20亿？上次阿里投的时候还是5亿，这才过了1个月。一度端上线之后，月活破了8万，月流水破1000万。红木的条款非常激进。沈峰是个聪明人。那阿里那边呢？阿里要的不是股权，是战略合作。所以你的选择是？韩姐，红木给我20亿估值，阿里给我战略合作。红木的钱能让我跑得更快，阿里的资源和品牌能让我站得更高，所以我2个都不选。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，LY 科技不缺钱，不缺资源，不缺靠山。陈峰，通知所有地推团队准备全国总攻，华东、华南、华北、西南4大区同步推进，义乌模式复制到全国所有电商集中的产业带。收到，老大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1个月了。哥，你刚才说让阿离和红木都等着，你不怕等着等着他们跑了？跑不了，因为能让他们赚10倍的项目，全中国只有我一个。沈峰开20亿，马总邀我去杭州，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
LY 科技账上还躺着阿离的8000万，月流水刚破1000万，自己造血完全够用，我不需要求任何人。林总，总算找到您了。您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们从京北飞过来，专程来学校找您。林总，马总让我来一趟，说战略合作的事儿必须当面跟您确认。我们打了几十个电话，您都没接。电话没电了，有事去公司谈。别慌，我看台跑。林总，摩天院出资5000万，只拿15%股份，跟上次的条款一样干净，不设对赌，不派主财务，董事会席位只占1席，不干预经营。只要您签字，资金立刻过账。Kevin， 你从京北飞过来几次了？4次，算上这次4次。4次，你每一次来，估值都在涨。第一次你出5000万占30%，估值1.6亿；第二次你出8000万占25%，估值3.2亿；第三次你出5000万占15%，估值3.33亿。这一次5000万，连我未来一个子项目都不够。Kevin， 摩天跟不上我的速度了。林总，马总说了，阿离可以谈战略入股加生态全面打通，您的 LY 商家管家直接接入阿离电商生态，所有阿离平台上的商家都可以在后台使用 LY 的服务，入股比例和估值可以再谈。回公司谈。凯哥，他刚才说5000万不够一个子项目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各位，今天 LY 科技和阿离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，LY 的商家管家正式介入阿离电商生态，估值30亿。有记者问我，你大学没毕业，怎么登上福布斯？我的回答是，福布斯不看毕业证，只看你创造了多少价值。学历是一张入场券，但真正的赛场上只认实力。3个月前，我站在高考出分的教室里，手里攥着一张320分的成绩单。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想告诉所有跟我一样在考场上失利过的人，别让一张纸定义你是谁，能定义你的只有你做过的事。3个月前，我们还在发他的高考叔叔热搜，现在他站在阿离签约台上说福布斯不看毕业证，而且他说的对，我们当时发的每一条标题，现在都成了他故事里的背景板。老林，他说的是他高考那张成绩单。我知道，高考结束后，我还拎着皮带让他跪下。我说他这辈子完了。儿子，爸错了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你点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。CTO 的位置还给你留着，来不来？我来。明天到京南，机票我让韩云给你订。林总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方正答应了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从他拒绝那封邮件开始。欢迎入职，我是安保总监王林，有任何安全问题随时找我。安保总监，咱公司连贼都没有，他保啥？别说了，他最怕别人问他这个问题。林总，上个月的流水报表出来了，月流水突破1200万，付费用户逼近4万高关，移动端 App 月活突破15万。陈峰那边刚签下了华南最大的3个电商产业带。方正那边怎么样？许冠清和程序上午刚对接完，猎户座 V2 的接口文档已经全部开放给方正团队。方总在隔壁会议室里跟他们开了3个小时的架构透论会，正在拍桌子吵架。让他吵，他越吵说明他越在乎。月月，给你转的学费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哥，咱们搬新家了，你看。老大，全国地推数据出来了，华东区新签3700家，华南区2900，华北和西南加起来刚破5000，全国付费用户马上破10万。知道了，下周带各区域负责人回京南开会。智能手机时代要来了，阿里的电商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5年，移动支付、本地生活、社交电商、短视频，每一个赛道都是万亿级的战场。2009年，我重生的时候，以为老天爷没给我配金手指，但现在我才明白，我最大的金手指不是知道比特币会涨，不是知道移动互联网会爆发，是我提前看到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，不是钱，不是技术，是认知。当所有人还在为一个岗位、一张文凭、一次考试焦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看5年后的事了。这才是重生给我最大的红利。